没事吧？伽马刀手术的优点是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伤害，它不开刀，不需要全麻，不流血，不感染。而你外婆的这个年龄比较适合做这个手术。你好，麻烦帮我退一下药。好，这样下，谢谢。干嘛呢？你的药呢？我问你，你的药呢？退了。退了。我刚刚还想嘱咐医生给你开些营养药，但是现在来说，好像钱对你来说更营养。给你，慢慢花。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陆源是无法理解的。为了外婆，为了哥哥，我愿意接受这侮辱性的赔偿。为了这个家，我一定要坚强。我回来啦，哥。回来那么早？你腿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让人给蹭了一下。让人给蹭了一下，我看看怎么蹭成这样。没事儿，哥，这是人家给的医药费，你看。药呢？我忘拿了。你忘拿了？你脑子是不是秀逗了？破伤风针有没有打？你不会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，如花？我怎么不可以啊？我今天在大街上都看到你被人追成那样，你都可以那样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这个家是我们3个人的，有什么困难我们应该一起承担，为什么让你一个人来撑？如风，外婆在报名晕倒了。如风，外婆在报名晕倒了。如风，如风，如风，哎，回来啦！咦，外婆刚刚明明晕倒了。什么呀？你咋咋呼呼的？我刚刚明明是困过去了，哪里是晕倒了？说的怪吓人的。哎呦，就是，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？看你都快奔2的人了，能不能稍微沉稳一点以后说话？瓜仔他不是奔2，是一直都这么2。听见没？可能真的是我搞错了，但是甭管是困了还是病了，我还是希望外婆去医院检查一下才好。这个倒是，我们要不然再去医院。医院干什么？又没病。我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和如花都知道，那就是病。瓜仔没有弄错，但我们只有一起掩饰。伯伯，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呀？对啊，最开心的。我最开心的事情啊，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啊。嗯。借过一下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又是你。夏如花。哎，楼下还有呢。我现在急着去考试，我一会儿再帮你捡。对不起啊。同学，撞掉的东西就应该全部捡回去。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，对不起。既然知道今天要考试，就应该早一点来。做错每一件事儿，都应该承担它，不是吗？就像撞伤了人，
就要赔钱。贾如花，电话还打得那么狠。你错过了第一次点名，迟到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准备了什么曲子？李斯特的《爱之梦》，开始吧。哥，吃饭啦！我马上下来。哥，你快点儿！哎呦，这不大热天的，你干嘛？还围着脖子啊？没有，这个是一个新款，我就试一下，感觉一下挺好。来吃饭吧。吃饭。哥，你怎么出汗了？好香啊，婆，吃都躲不住你的嘴。哥，你说你要是去了北京读书，我一个人在海平怎么办呀？凉拌。讨厌。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平大学。我的梦想就是考上这里的作曲系，做出最好听的音乐，弹给你和外婆听。我的外甥是数学天才，我的外孙女，她将来会成为伟大的音乐家。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！我不能耽误了他们。我很快就可以着手申请房子抵押贷款了，到时候啊，2个孩子的学费就没有问题了。我只是想让2个苦命的孩子尽量的少受点罪。真正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解脱，因为在我放弃自己这个梦想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梦想等待着我全力去实现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没病吧？你高考交白卷，你也太有个性了吧啊！再说上学有助学金、有奖学贷款的，你怎么就不上了呢啊？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是数学天才魏如风，老天给你这脑子不是用来浪费的。你这是什么吗？你这是抱抱真美诗，是极其恶劣的犯罪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有你这一半脑子，我妈那天天就供着我。大哥，峰哥，你听我说话了吗？啊？有啊，我一直在听啊。那你回句话，你急死我了。瓜子，那我给你算笔账。
你看啊，我可以去申请奖学金，然后我的学费就不成问题了，对吧？对呀。我甚至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打工，生活费也不成问题。我还可以去申请贷款，都行。那如画呢？婆婆呢？那婆婆的病呢？没有婆婆，没有如画，就没有这个家，没有这个家，就等于没有我，懂吗？所以这个责任必须由我自己来担当。婆婆，哎，如画，你怎么来啦？婆婆，你是不是在这家做钟点工啊？哎呀，就是来帮帮忙。你就别骗我了。我知道报刊亭有困难，可是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再劳累了。我会打扫的，我替你去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婆婆。哎，花，这不是你该做的。你回家练琴，回家做功课，婆婆很快就回来的啊。婆婆，那我和你一起去，我在边上可以帮你的。如画，你放心，婆婆心里有数。不过就是扫扫地、擦擦桌子的，累不着婆婆的，婆婆没问题的。回家吧，啊，我一定要去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？你不听话，我可生气了啊！你生气了，我也要去。他外婆，他外婆，阿姨，快回报刊亭看看吧，管理处来人了，在找你呢。管理处啊？婆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哦，好，我先替你去打扫。那好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带上这个，别把衣服搞脏了，做事小心一点。我很快就回来的啊。你放心吧，那我去了啊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婆婆再见啊。哎。就谈1分钟，只有1分钟。
回来了，你怎么弹人家的琴啊？我一时没忍住，婆婆。哎呦，丫头啊，真是的。怎么会有琴声啊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我刚刚听到有人在弹琴呢。你这车从哪儿来的呀？你猜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废品站收的车架，五金店买了一些零件，最后自己组装了。你自己组装的？厉害吗？开玩笑吧？怎么会呢？真的是我自己组装的。哇塞，厉不厉害？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当然，还是七彩的。要不要试一下？你超棒哎！快上车，我带你去找婆婆来。好。很辛苦，却很踏实。我在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我们那架白色钢琴呢？是你啊？那架琴我已经卖出去了，正在打包呢。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老板，你不是答应我，等我有钱了就可以把这架钢琴给买回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也知道这架钢琴对你们的意义很大的，可我这次真的没办法，我这次真的遇上了一个顽石他一定要买这架钢琴，我不卖给他，他要把我整间店都买了，然后再砸了。我做生意的，我也很为难的。喂，帮我做一件事，这架钢琴就是你的了。是你。你看到我好像不太高兴啊。大小姐，这架钢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你可不可以把这钢琴卖给你？我可以多给你钱，只要能卖给我，行吗？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这钢琴我不打算卖，而且就算我砸了，也不会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让你答应我一件事，要不然你休想拿到这台钢琴。你别这样嘛！你糟蹋琴知不知道？这是我的钢琴，我乐意。老板，这琴就在这搁3天，
3天以后如果没人来取的话，就把它给我砸了。你疯了！我是在提醒你，就给你3天考虑的时间，3天以后答复我。真是个木头。如花，这钢琴怎么还没修好啊？是不是那家店有问题呀？啊，换一家吧。哦，钢琴啊，已经修好了，我过2天就拉回来了。哦，那就好，快点拉回来吧。如花要是再不练琴啊，哼，这手都要生锈了。我知道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啊？说。过来。你说。你说啊。你说。看到外面那些人了吗？我想让你帮我摆脱他们，让我享受属于我自己的12个小时。成交。秀秀就这么再次霸道、让人厌恶地闯入了我的世界。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个交易会产生怎样的力量，可能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都卷进去，甚至付出血的代价。当然是给在关键时刻最给力的朋友。我在关键时刻最给力的朋友。对对对，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好，我给你，但是帮我一个忙。这什么？你不是说最给力的朋友吗？骗我！我碰，你是骗我呢？走，我没说答应我的，加10的装备啊！老伴儿，借个洗手间可以不可以？我弟实在忍不住了。往那边走啊，右拐第1家。Thank you。我要去洗手间。不好，追！快把车开过来，快上车！快，往前，赶紧追，快！到了，九叔叔追过来。走。前面，今天上，走啊！秀秀，下去，快！
笨蛋，白痴，一点用都没有！走走，分头走！好了，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完成了，我的钢琴现在可以还给我了。这是我的钱，谢谢你。那不行，任务还没有结束，这才刚刚开始，这还不算完呢。接下来的12个小时呢，你要陪着我，保证不让他们抓住我才行。你不会吧？怎么了？你耍赖！我就耍赖不行啊？当然了，你也可以不用答应我，我现在就回去把那钢琴给砸了。你真不要那架钢琴了？这12个小时我说了算，跟紧一点，谢谢。就知道你会。你该不会是让我陪你送外卖吧？你答对了，12个小时你听我的。魏如风，魏如风，拿着，拎着，抱好了啊，不许洒。谁呀？你好，送外卖。给。那个，我觉得哈，你吃饭之前可以先洗洗手。你管得着吗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不会说话。不要了。完了，电梯坏了。这怎么办呀？爬楼呗。爬楼？要上楼就跟紧一点儿。魏如风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魏如风。应该是这家。走啊！我就不进去了吧？为什么？我长得那么好看，我一进去人家都不好好工作。你去吧。哎，小伙子，你送什么？送外卖。啊，是我点的。白酱酸菜牛肉面。对，来。不用这么多，我找给你。别找了。哇，这么有钱人吃快餐面啊？不会吧？就是这样不经意的，谢谢，让我遇到了这个把厄运带给我们的始作俑者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一傻大个儿给了你100块钱还不用找啊？他挺帅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。哼。外卖我也陪你送了，盒饭我也陪你吃了，你也该陪我奢侈一回了吧？这叫做公平，这叫礼尚往来，你不许拒绝我。我又没说我拒绝你，你急什么呀？真的？那只能是真的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让你再继续陪我工作下去？别逗了，估计我自己的工作都保不住。我可没耽误你工作啊，而且是顺利完成。你想去哪儿？那我目前想到的就这些。如果你要完成这个单子上面的事情，别说12个小时，就是120个小时你也完不成，知道吗？比给我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画勾了3件事，选一件吧。选一件。
生气了？不开心？好吧，看在你陪我送了半天外卖的份上，正好我也要去个地儿呢，散散心，跟我一起去？去潜水？真的？那只能是真的了。必须是真的。哎，婆婆，我来吧。那你拿报纸，放报纸啊。高考状元叶童，不应该是我哥吗？如画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婆婆。如画，如画，哎，海平大学榜单都已经出来，你还不赶紧去看去？哎，快走！婆婆，那我先去看一下榜单啊。婆婆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走走，快！上来，你都上来了。哎，这第2名，跟第1名就差0.5分，太可惜了吧？陆源，第1名哎，恭喜你陆源！我早就说过，这笔奖学金非你莫属。唉，我说过我对这笔奖学金没兴趣。虚伪。哎，你说谁呢？谁虚伪说谁呗。是你。可不就是你，害我莫名其妙被扣掉0.5分的自大狂。谁害你被扣0.5分？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作秀的话，请到别的地方去，谢谢。不就是0.5分，你至于吗？陆源，怎么还不明白？他因为0.5分失去了奖学金，当然对得到奖学金的你不爽。我说过我对这笔奖学金没兴趣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让给你。陆源，我发现你不仅自大，而且还很无耻。你说我无耻？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比我好很多的话，那我这样恭喜你。无聊。你觉得这个贝壳有什么不同吗？没什么特别的。猜到了。每个人眼里看到都不一样。在我眼里，这枚贝壳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海浪的拍击、细沙的磨砺，才形成今天这样。虽然那么疼，但还是那么美。对不起啊。哎，卢画老师，怎么是你啊？卢画，你去劝劝你哥，我建议他明年再考一次。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哥他怎么了？你不知道你哥高考交白卷？真走啊？对。我不想走。上车啊！来。还没到12个小时呢。早点回家吧，好吗？那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？啊。你刚才在那愣神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舍不得我走啊？师傅给我根笔。嗨。我的电话，记住啊。
秀秀，谢谢。我很开心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魏如风，怎么了又？干嘛？哎，这个是我的了。走吧，师傅。拜拜。如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如画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想到办法把它给拿回来了，真的。明天我就会把它拿回家的。哎哎，嗯嗯嗯。去哪儿？如画，如画，你究竟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你到底究竟做了什么？从小我们一起对着灯塔说心里话，你现在对着灯塔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别闹了，如画，婆婆在家等着我们吃饭了，走吧，快回家。干嘛？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我打篮球的时候，你别再撒谎了，行不行？我都知道了，知道你教白战，知道你去码头打工，知道你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和婆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和婆婆知道了会怎么办？你以为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上学吗？你以为我可以安心牺牲你的梦想吗？如画，我自己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好吗？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。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。现在对着灯塔，你魏如风可以做的事情，我夏如画一样可以做。我也不会去上学的。你冷静点。我现在很冷静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婆婆，我也不去上学，我们一起赚钱，一起守护婆婆。如画，让我回去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样会要了婆婆的命的。灯塔，灯塔，你快点告诉那个爱哭鬼夏如花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我虽然不知道以前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但是夏如花跟婆婆把我捡回来的，给了我一个家，一个温暖的家，所以我真的很幸福。只要能守护他们，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，我会很开心的，做什么都愿意。Over。下。可是哥，你不应该这样的。我男孩子嘛，撑起这个家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我的责任嘛。你就不同了。你的梦想也是你妈妈的梦想，所以你永远不要放弃。那飞翔的感觉呢？飞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梦飞一飞啊！如何？如何？我的过去只有这把钥匙，
但我现在拥有的却是你和外婆。快把这把钥匙给你了。因为你和外婆就是我的一切。戴上项链的那一刻，也是如画卷入我身世纠葛的开始。哎，很漂亮，你戴更合适。那要是婆婆知道怎么办呀？就说我舍不得你吧，偷偷报了海大，这样我每天去打工还可以装着去上课。哥，哎呀，好了，一切都会没事的啊，明天会更好。生气了？你真的不觉得那个灯塔光像外婆的报刊亭吗？像啊。傻丫头。喂，你说什么？1148的孩子在海平，真的吗？我知道了。眼前出现的小混混，之后彻底击碎了如画的梦想。对不起，路过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是路过的，你能让我走吗？我是路过的，我跟谁也不认识，千万别误会你们。我就是在用我自己的琴。你们别打我的琴！不要打我的琴！好吧，谁敢说打我的琴？妈的，一会儿给我打！起来了！好，你们为什么要靠我呀？叔叔，你们为什么要靠我？他打的跟我没关系。什么跟你没关系？他砸了我的琴。谁砸你琴了？砸我琴？不是我砸的。给我老实点！怎么回事？打架斗殴，一群小混混还聚众斗殴。我不是小混混，我也没有打架斗殴，我就是路过。那么大声干嘛呀？你没有参加斗殴，你这脸上伤怎么回事？因为他砸了我的琴。我没砸你琴，你砸坏我的钢琴。不是我是受害人，我保护老实点。怎么了？别吵！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在大街上走着，然后他们打架斗殴，我保护我自己的东西，你们凭什么就靠着我呀？他挺会说，可惜没有在正途上。我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安全，那有错吗？哎，小伙子，这是派出所啊，这么大声嚷嚷干嘛？啊！见到他的那一刻，如果我还戴着那条项链，那么后面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改写吧。在公众场合也不能有过激行为。叶向荣更没有想到，他找了10年的人，多大了？就在他的眼前。我22。像这样的孩子，得好好教育，得让他们父母来领。现在不管好，将来会越走越歪的。这跟父母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自己的事跟父母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有父母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想当小混混？你打算瞒我多久？你好好的大学不上，你竟然给我交白卷！你竟然给我交白卷！别打你说你为什么交白卷？你为什么交白卷？啊！我不想上大学。你不想上大学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当小混混？你想全天打架是不是？你喜欢打架是不是？啊！你说啊你！你
我就是不想上大学，我突然间觉得上学没有意思。上大学没意思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因为什么？一向懂事的你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说呀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让我觉得我会打死你！不许说！如花，你说，到底为什么？婆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以前都是你在照顾我们，现在你生病了，我和哥哥也要照顾你。你们都知道。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。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双手去照顾你，照顾如花。你才多大呀？啊，你能照顾谁呀？别离开我！婆婆不要你照顾，如花也不要你照顾，你要去复读，你必须去读大学，你必须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婆婆，你别打哥，你别打哥，你别打哥，婆婆，你别打哥，你别打哥。说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你给我站住！我的大小姐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要不你给浩哥打个电话。喂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机场来？你不是要自由吗？只要送你出国留学，你就可以享受到你要的自由了。啊，这就是你说的自由啊？我不去，我不去国外留学。你必须要去。爸，你就真的忍心把我一个人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？你待在国内，早晚会出乱子。你以为待在国外我就不闯祸了吗？你放心，有人在你身边的。你要买什么东西啊？跟他说，你身上不会有钱的。就这样了，自己小心点儿。哎呀！刚网上面也有。先生，您要什么花？要是看病人呢，还是送人？想打听个事儿，有人送给我这个蒲公英，我想问问，这蒲公英花是什么寓意啊？这蒲公英这花啊，它花语的意思是等待重逢。您要收着蒲公英，肯定是有老朋友等着您重逢呢。等待重逢。蒲公，浩哥，这回我们可得到大鱼了。我们抓到了叶向荣的线人，说叶向荣暗地里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人。说，线人说是找一个孩子，具体是谁他也不清楚。好，这件事你去办，我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是谁。是。婆婆，开饭了！花，这是我做的红烧豆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哪来的钱交手术费的？婆婆，说，你们是不是？没有，婆婆，我们没有做坏事，这些都是我们打工挣的钱，
还有我们2个人攒下来的零花钱。你们这是……下个礼拜去做个手术吧，好吗？不，我不会去做这个手术的。婆婆，医生都说了，这个手术成功率很高的，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钱都交上了。我去把它丢回来。别，婆婆，婆婆，你不去在家待。婆婆，哇，婆婆，婆婆，不要啊！放开我！你们2个放开我！医生啊，我这个手术啊，你们离开。对不起，医生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手术我说什么都不会去做的。明明知道这个病治不好了，为什么要花冤枉钱？我为什么要拖累你们？婆，求求您了。婆婆，就算为了我们做手术吧。从小到大，你都告诉我们，生活不容易，要我们坚强，不能轻易放弃，对吗？可是为什么现在你要放弃活下去的机会呢？婆婆，你放弃治疗就等于放弃了我们，你忍心离开我们吗？起来。我不是要放弃，我临死也不要你们为我受苦。婆婆，我们不要你离开我们。我们不要，做一个手术好不好？这个病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呀。可是如果做了手术就有机会，如果不做手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，婆。就做一个手术吧，好不好？等做完手术，我们一起带着如画进大学，还像原来一样生活，好不好？好吗，婆？你要不答应我们不起来了？好吧，好吧。怎么样，医生？半个小时以后出结果。谢谢啊。真是个奇迹啊！一个疗程还没有结束，效果就这么明显。原来位置的肿瘤包块啊，已经大大缩小了。你们要坚持做下去啊！同学们，欢迎你们成为我们海平大学的新成员，成为我们海平大学音乐学院的一份子。这个俗话说得好呀，不打不相识。不过在咱们音乐学院，则是不斗不相识。这个斗啊，是斗乐的斗。在咱们音乐学院有一个传统，那就是新来的学生一定要抽签选出自己的搭档，然后和咱们的师兄师姐们进行斗乐。大家都是爱乐之才，当然也要以乐会友了。接下来啊，咱们就按照刚才抽签的结果，找自己的搭档。我叫到谁的号，谁就站起来，顺便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1号，我叫罗成瑶。我叫江巧华。好，请坐。来，2号，杨月。凌晨。好，来，3号，陆源。夏如画。
老师，可不可以申请重新抽签？不行，我们所有搭档都是事先抽签决定好的。老师，我们可以自己更换吗？也不能更换，这也是公平起见。你们都坐下吧。难题求解，有能解出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，望赐教。好吧，休息10分钟。有点难度啊。1到100 Z。用这个算吧。哦，谢谢。这一次相遇把我们正式纠缠在了一起，也开始了我对他的一次次内疚。你看这样行吗？你这个公式呢？哎，对啊，比我那个简单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聪明，对吧？应该没问题。哎呀，解出来了，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叶童。叶童，还在哪儿听过？好，到时候你把它贴在这儿就好了。来，再见。哎，这道题明明是你解出来的，你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啊？要没你那公式，我肯定解不出来。再说我也不是海平大学的学生。你不是海平大学的学生啊？再见。可是这道题贴在这儿很久了，从来没有人解出来过。再见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魏如风。魏如风。喂，对不起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工作。喂，你们俩认识啊？队长，是啊，不打不相识嘛。放心吧，兄弟，以后在这儿有我罩着你。干活去吧。我如果没来工地，就不会再遇见他。不遇见他，也许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发生。是不是跑完一起发财了？哎呦，我发什么财啊？啊！你看我一天到晚在这搬东西，累死累活的，跟头牛一样。你还不行，我给自己放个假。很悠闲嘛。没有了。哎，队长，您歇着，我给你买包烟去。您休着啊。啊。哎。队长，那个阿福也在这儿工作吗？是啊。
自从初二辍学以后，就在这儿做事了，做了有2、3年了吧，已经。你小子运气不错啊，有阿福罩着你，这里的工友可都不敢惹他。陆源，太好了，又得了第1名。不管怎么说，没有你，咱们是拿不到第1名的。不敢当。干嘛理他啊？夏如画、陆源等等。老师，老师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们的2个师兄本来是要代表学校去省里参加比赛的，可是啊，这其中有一个同学突然受伤了，去不了，所以我们几个老师就商量了一下，准备让你和陆源去参加，你们愿意吗？去省里参加比赛？陆源，太好了。我没问题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不想参加。你不再考虑下吗？去省里参加比赛，对于提高你们的水平可是很有帮助的。还有，这是全省的比赛，如果能拿到奖，奖金也是很丰厚的。老师，你说有奖金？那我参加。好，那明天你们俩就来我办公室一趟，咱们再细说啊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哎，老师再见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婆婆，只要活到100岁，政府就能奖励10万，所以说你要健康的活下去。好，但是啊，我不是为了那10万，为了你们2个，我都要长命百岁。回家来真好啊。婆婆，你先歇会儿。呀，糟了，我该迟到了。婆婆，我得走了。哦，到陆家去打扫是吧？啊。我治疗的这段时间都是你帮我去的，那婆婆现在好了，婆婆去吧。不行，婆婆，医生说了，你要静养，不能劳累的，还是我去啊。哎呀，不合适啊！你要是去了，被你同班同学看见了，多尴尬呀！这有什么尴尬的呀？我是靠我自己双手赚钱，又不偷又不抢的。再说了，这个时候一般陆源他不会在家的。啊，婆婆，你自己呢，记得要吃药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九哥，一会儿有雨，赶紧收衣服。你放心吧，要快。知道了，去吧，来，慢点啊，九哥。待会儿先把手上活放下，都栽在原地。海关要突击检查。拿一条咖啡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我打工也犯法吗，警官？这谁的货？装的什么？茶叶。打开。打开。我只是个搬运工，我没有权利打开的。乐队，哈哈，乐队，这儿啊上的都是一批茶叶，然后这边呢是咖啡。您过来检查工作辛苦了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们一定配合工作。您放心，我们是做正当买卖的，绝不会有什么可疑物品。你要怀疑的话，打开可以看看。
我们的再度相遇，只是更加深了彼此的厌恶。跟你交易的是安丰的谁？姜老二。你跟姜老二到那边以后，就让他消失，做得干净点啊。是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这样做太狠了？没有，浩哥。有些角色只能有一个人，要活着的话，就一定要有人死。我听说那个电影的配乐特别好听，有时间我们去看吧。行。夏如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在这儿工作的钟点工啊，想不到你连这种事情都做啊。哎，这桌子怎么这么脏啊？先别擦地了，先把桌子擦了吧。你在学校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现在成哑巴了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我拿了这份工资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看来你还真是只为了钱，什么都肯做的人啊。拿钱做事儿是吧？嗯。我让你弹琴，你弹吗？只有能证明什么吗？行了，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音乐。他还在延续他的梦想，我也要延续我的梦想。救外婆，只要我们能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什么都是值得的。浩哥，已经查清了，叶向荣一直在找一个叫郑小亮的孩子。郑小亮，郑彤的儿子。哼，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。是当年的郑彤吗？这个想起来也没什么。郑彤是一个卧底，
当时啊，场面非常的混乱。哎，最有趣的就是叶向荣一枪把郑通打死，太有意思了。豪哥，10年前你和郑通可是铁兄弟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卧底吗？当时我还没有确定他是卧底。要知道，当时他是黎叔身边的红人。说来，我也要谢谢他，不是他，我现在还是在黎叔身边做牛做马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一定要比叶向荣早一步找到这个孩子，这样我就有办法对付他。是。我在啊，你他妈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喂，怎么走路的啊？我说你呢，哎。有的相遇是场美丽，有的相遇是场改变，也有的相遇是场错过。但此时此刻的这场相遇，照片却是可以致命的。干什么？你找死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就算了。小妹妹，以后走路小心点啊。对不起啊。上车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可是命运就让我们这样错过了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撞了你。哎，你要去哪？我送你啊。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再见啊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，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海平大学音乐学院新教学楼落成典礼。第一个节目是钢琴独奏《梦中的婚礼》，演奏者夏如画。《梦中的婚礼》这首曲子是我妈妈最喜欢的，我要把它献给我妈妈，因为我的音乐梦想全都来自于她。此时的我和他，
思念的是同一个人，我的母亲。有时人和人就是这么奇怪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却又相隔得那么遥远。起立，请坐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叶童，海大的学生，他也是今年高考数学省状元。叶童同学提出来到我们班给大家做义务辅导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好。如果你们数学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提问。豪哥，你多大了？安静，安静。是你，给我。你干嘛？我不干嘛，我抓你回学校上课。不是你该管的事儿。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来这里做辅导就是为了……总之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复读生，你就应该待在教室里好好上课。我也知道你现在的身份，高材生，省状元，恭喜你啊！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给我，谢谢你。婆，你呀，忘了带便当，你送便当过来。谢谢婆。哎，现在不是上课的时间吗？你怎么在外头啊？还拿着书包，你们该不是要逃课吧？外婆，不是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做辅导的，因为不认识路，魏如风特意过来接我。哎，你不是那天帮我摆书报杂志的那个小姑娘吗？你是包鹤亭那个老奶奶？你们认识？啊，原来是她。那你也在这？不对呀，你刚刚说你是来做辅导的。对对对。对，婆，她是省高材生，是今年的高考数学状元，她是义务来我们学校做辅导的，所以我……对对对，这么聪明啊，这么厉害。哎，可是我们家如风啊，对数学也很有兴趣，成绩非常好。那要不是高考，他婆，好，那总之，小姑娘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好好的辅导辅导我们如风。好，婆啊，她聪明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好好辅导她。好好上课啊！哎，别忘了吃饭。好，我走了。外婆再见。嘿嘿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婆。不用了，赶快进去上课。再见，再见。刚才谢谢你啊。哎，那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骗你外婆吗？我要是不告诉她我在这儿，她就不安心了。难道你就真的不想上大学了？不想。好，今天谢谢你，我欠你一次，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。就这样。哎，你刚刚说要报答我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哎，我上次不是留给你2道数学题吗？你帮我把那些数学题都解出来，就当报答我。就这个。没问题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大家停，都过来一下。快点。大家听好了，
从今天开始呢，阿福就是你们的负责人了，以后都要听他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就好。阿福，师傅，好好干。哎，师傅慢走啊！弟兄们，以后在这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找我，明白吗？龙哥，你太厉害，升得太快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大家啊，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谢谢龙哥。干活去吧。周峰，放心吧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谢谢。哎，今儿是班的第几批了？第2批。干！今天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。没有。要是发现了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知道吗？那我现在能搬货了吗？对。哎，柔峰，柔峰，鉴于你平常的表现，我一定会跟上级申请，给你加工资、加福利。谢谢。着什么急呀？你谢我干什么呀？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这活呢，我也干过，我知道有多累，有时候累的连腰都直不起来，挣不了几个钱。我能走了吗？哎呦，怎么？哎呦，这货物能中途卸载吗？不能。那要中途卸载了怎么办呢？罚款500是吗？如风，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触犯码头的条例呢？你这个样子，我就只能罚你钱了。等等，我没有触犯码头条例。码头规定的是运货期间货物不能着地，对吧？对。我没有着地，所以你罚不到我，不好意思。看什么看呢？啊，看什么干？干活！婆婆哥，你怎么回来那么晚？今天在车上睡着了，坐过站了。嗨，多大了还这么大大咧咧的？就是，要不被别人卖到山里面去当老婆怎么办？哼，谁敢呀！我让我哥一拳抡扁他，是不是婆婆？对。婆婆，婆婆婆，婆婆。你们俩跟我来一趟来。是癌症转移，原来的癌细胞虽然已经消失，但新的又出来了。但是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疗。但是情况还是不容乐观。婆婆。如风，过来。不要难过，老天已经给了我一个契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们不能太贪心，不要要求太多。婆婆，不许哭，外婆喜欢看着你笑，一定要笑。就算外婆走了，外婆也要看着你们笑的送我走。如花，如花。如风，
来去。如花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从小就没有见过他爸爸的面，他妈妈又死得早了。我要是走了，他就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你也是苦命的孩子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你不会走的，你永远不会走的。婆婆有个秘密，其实如花的父亲并没有死，他妈妈把他爸爸的一些东西都放在那我知道个钢琴的玩具。外婆在交代后事，我也知道好多遍，外婆在一点点的离开我，找不到一点头绪。但是这一次，如风，我们却无能为力。我有机会，你帮如花找找他爸爸。我会的。为了外婆的病，我们都在做最后的努力，但是希望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。医生说了，现在不能离开医院，伯伯。我不要，我们回医院。我不要，那边冷冰冰的，到处都是药味，我做不惯。还是药过回去吧，婆走啊。婆婆，我舍不得这个家嘛。哎呀，你们打起精神来好不好？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啊！不是说现在的科学很厉害吗？一定还会有办法的，还有药可以治好婆婆的。哎呀，不要再想任何的办法了，婆婆已经很知足了。哎呀，婆婆这一辈子啊，很幸福。我一定会治好这个病。妈，表姐把药给你寄来了。这么快就寄来了？是啊。哎，看看。是这个吗？对对，我看看啊。就这种药。不就是保健品吗？怎么还让表姐从国外给你寄来啊？这种药只有美国才有，对增强免疫力特别有效呢。我一个老同学得了癌症，据说吃了这个药好了很多呢。这么神？是真的。老妈，你没忘了爸还有家医院吧？记得问一下爸。还有啊，再好的药，你要记得吃才行。当然记得了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陆远，我还有事问你呢。
不许在校的大一新生在校区以外经营场所打工，这一点你们必须记好了。到时候有谁被发现违反了这条校规，是会被勒令退学。我一个老同学得了癌症，据说吃了这个药好了很多呢。走了，再见啊！如画，哥，几点了？你现在才回来？我今天看书错过了一班车，然后最后一班车又拖得特别晚，所以现在……哦，你下次稍微早一点行不行？婆婆该担心你啊。知道了。如画，喏，这是这个月工资。我想知道你急着预支它有什么急用吗？家里有点事儿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别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老板再见。拜拜。第3段开始有点不顺，我们再合一遍吧。哦，好。来，开始。对不起啊，再来一遍。终于精神了，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你清醒一些，是吗？Saw you dancing on that speaker box, girl. What's your name? Girl, what's your name? Girl, what's your name? What's your name? I see you texting on that BBM. Can we exchange? 看什么呢？哎，瓜仔，贝若风呢？哎，拿点东西。外婆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还得帮外婆把报亭收了才能过。外婆身体不舒服，她怎么了？那么好的外婆，
我就这么倒霉呢？哎，等，你说重点，外婆身体到底怎么了？外婆得了癌症，听医生的口气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外婆得了癌症？我的外婆，可怜的如风，可怜的如花，可怜啊！就这个，谢谢啊。再见。陆太太，我都收拾好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小心点。你怎么会有这个药？你把药还给我。陆源，阿姨，你们快来看！什么事啊？还给我。小川儿，阿姨，您前2天不是丢了一瓶药吗？是啊，明明在家里放着，昨天就突然不见了。他偷的。林珊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胡说，这就是赃物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你自己买的？上千块钱一瓶的药，你买得起吗？而且这种药只有美国才有，国内根本买不到的。陆太太，这真的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找人在网上代购的。代购？有什么证据？我有代购小票。小票呢？现在没话说了吧？陆太太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拿你的药。小偷！我不是小偷。你现在可以跟我去学校机房，我可以证明不是我偷的药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现在跟我去学校。哎，你跟我去学校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跟我去学校。杏儿花，药寄来那天，我看到你拿起来看的。陆源同学，看了一眼就可以界定成偷吗？一个拿刀的人就可以界定成是杀人犯吗？你看到的就一定是你认为的吗？通知他家人吗？陆太太，求求你不要告诉我外婆，她身体不是很好，但我很担心的，求求你，不要告诉我外婆。陆太太，我刚刚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在沙发下面发现一瓶药，还要吗？如画。上千块钱一瓶的药，你买得起吗？他偷的，小偷。药寄来那天，我看到拿起来看的。如画，你准备瞒我多久？你准备瞒我多久去给人家做钟点工？小声点儿，把门关起来。婆婆，你怎么能帮着人说话呢？我，你也去了。婆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们怎么能一起骗我来去做什么钟点工啊？哥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去做钟点工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人家都把你当小偷了，哎，凭什么拿我妹妹当小偷啊？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不能这么说话的。婆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2个人哪儿也不要去了，这个家由我自己来承担。反正那个什么复读学校我一直没有在上，明天我连样子我都不去做了。哥，婆婆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我就是不去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说什么了你？婆婆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，没有这个家我什么都不是。
如风。